全世界有很多奇怪的国界，像是西班牙居然在北非的摩洛哥有领地，世界第3大的岛婆罗洲被印尼、马来西亚、汶莱等3个国家瓜分。这世界上有太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国界了。但是有个地方的边界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奇葩也最糟糕的国界，那就是孟加拉印度的边界。You are currently looking at is the only third order enclave to ever exist in the world. It's a small part of India inside Bangladesh, inside India, inside Bangladesh. 这是印度孟加拉曾经的国界，这里是印度，这里是孟加拉。你可以注意到中间有一堆莫名其妙的块状物，这些叫做飞地。什么是飞地？所谓的飞地指的是在一块属于 A 国的领土上面有一块 B 国的领地。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份地图，大家就能更明白飞地的含义。黄色部分是孟加拉，橙色部分是印度。如果你在2015年以前是个住在印度城市 Dahara Kigambali 的印度公民，你可能出去没多久就会进入孟加拉的领土，那可能再走个10分钟又回到了印度，然后再走几十分钟你又回到了孟加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孟印边界就是如此混乱。绿色是孟加拉，当时称为东巴基斯坦；粉红色是印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极其之纷乱。你能想象活在这块边境的人们生活能有多不方便吗？那么，这么诡异的国界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得回到历史。最早在南亚大陆尚未有统一政权时，这地区主要被2个王国统治 ：The Raja of Coach Behar 和 Maharaja of Rampur。据传，这2个国家的领袖很爱下棋，而领土就是他们的筹码。输的人就割给对方一块飞地。之后，南亚次大陆群雄割据的情况在16世纪出现了改变。新兴的穆斯林帝国 Mughal Empire 征服了南亚大陆，此为南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统一政权。时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蒙兀尔帝国向富庶的孟加拉地区扩张。到了今天，印度 Bangladesh 边境后，在地方上遭遇到强烈的抵抗，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oach Behar 王国。虽然蒙兀尔帝国军队在一场战役中击败了 Coach Behar 的部队，但昂贵的军费支出让渐趋衰弱的穆狗难以继续这项征服行动，因而在1713年2国展开和谈 ，Coach Behar 割让土地给蒙兀尔帝国。但是，请注意哦，2国和谈时从来没有使用土地。虽然他们谈了一通，但这地区的领土到底归属谁，仍然处于模糊状态。当时之所以不使用地图，不是因为没地图或科技落后，而是这样的模糊符合双方当时的利益。蒙兀尔还想继续扩张，只是暂时没钱了。只要这块土地能维持模糊，往后还有机会再打一波。对于 Coach Behar 的国王而言，他也不想在国内丢脸，领土的模糊能帮助他维系声望。因此，虽然这时期的新孟加拉领土主权有些混乱，但绝非到20世纪印孟边界那般无可救药的地步。但后来有一群家伙来捣乱了，那就是大英帝国。The British flag never flew over more powerful or united an empire than now. Never did our voice count for more in determining the future destinies of mankind. Why do I regard British rule as a curse? It has impoverished the dumb millions. It has reduced us politically to serfdom. It has sapped the foundations of our culture. 1858年，大英帝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南亚大陆的管理权，开始由帝国直接进行统治。英国殖民政府流放了蒙兀尔帝国的末代皇帝巴哈德尔沙2世到缅甸，并处死了大部分的穆狗皇室成员。时任大英帝国元首的 Queen Victoria 多了一项新的头衔——印度女皇。为了有效控制这个比自己数十倍大的领土，英国采取分化政策 （Divide and Rule）， 也就是蓄意挑起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对立，使得英国能坐稳统治者地位。进入20世纪，国族主义席卷全球，印度独立运动与2次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1947年，英国国会同意印度的独立案，英属印度的时代结束，印度共和国诞生了。Out of London come new developments in Britain's plan for a changing empire. Under Prime Minister Attle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shapes a new policy for freeing India.
然而，由于之前提到的分化政策以及印度国族主义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 ，Muslim 跟 Hindus 之间产生巨大的矛盾。穆斯林领袖令独立于印度教徒占大多数的新共和国另外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就是 Pakistan。 On August 14, 1947, a new country was born on the subcontinent. Jinnah's dream of a Muslim homeland became a reality in Pakistan. 成立新国家可以，但问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界要怎么划呢？在过去的蒙古帝国时代，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虽然有冲突，但双方是生活在一起。当时没有明确的领土划分，说哪边是伊斯兰的土地，哪边是 Hindus 的土地，大家都是蒙古皇帝的子民。但是现在要分家产，没有个潜力依据，该怎么办呢？急着甩锅的英国人想到一个天才的办法。那就是拿张图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画地图。负责该项目的是这位英国大叔 Cyril Ratcliffe。这位白人大叔从来没去过巴黎以东的地方，更遑论印度了。但这样经历的人却担任了国界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研究规划 Pakistan 和印度的国界。更夸张的是 ，Ratcliffe 还被要求在40天内画完国界。你说你是 Ratcliffe 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划分，哪边的人比较多就归谁的。On the streets outside of Viceroy's house, the situation is deteriorating. When Mountbatten comes to India, you have a large number of Indian cities in repeated and quite brutal clashes between communities. Above all, Delhi, which is the political capital, is seeing large scale of violence, and this would just get amplified over the coming months. In Rawalpindi, there are major attacks against Hindus and Sikhs, including forced mass conversions of people who comply out of fear for their lives.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国界的地图。深色部分被标记为印度斯坦，也就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方；白色部分则被认为是 Muslim 占大多数的地方。这是今天巴基斯坦的 Punjab 还有 Sindh， 然后中间全部被划给印度教徒，也就是今天印度共和国的领土。然而，英国人又在东北角划出一块地给穆斯林，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当时被称为东巴基斯坦。至此，原本的英属印度分裂了，用的是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但你能想象这地图会使得多少人从此流离失所吗？据统计，1947年起的几年内，印巴分家至少造成1400到1500万人的人群流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双方都被迫迁出他们祖先可能住了上百年的地方，只是单纯因为英国人在伦敦舒适的办公室里画地图。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印度孟加拉边境会这么莫名其妙的有上百个飞地，飞地里面还有飞地，主要就是因为大英帝国衰弱后，慌张退出印度次大陆的过程中，随意采用了之前我们前面提到蒙古帝国时期的领土协议。很显然的，18世纪与20世纪中叶的印度已经完全不同了。英国人当然也很清楚，但殖民者通常不会管，这烂摊子就留给往后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政府。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新成立的孟加拉和印度政府没办法有效解决这个糟糕的处境呢？很简单，因为地缘政治和国族主义。Hello? Hello, Pakistan? It's Bangladesh. India are giving land away. India are giving land away? Hello? Hello, China? It's Pakistan. India are giving land away. India are giving land away? 简单来说，印度不愿意在70年代同孟加拉政府签署新的边境协定。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很离奇，纯粹因为当时的印度在孟加拉拥有102块飞地，而孟加拉在印度只拥有71块飞地。如果领土交换的话，等于印度变相损失了31块飞地领地，这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此外，当时印度与周遭国家都有领土纠纷。印度政客担心领土损失会给国际社会传递出软弱的信号，因而印度拒绝了与孟加拉的领土协定。就是因为这个政治原因，之后的40年，这边境的人们活在这样诡异又不方便的地带。直到2015年，印度的民主政府才放下民族主义的烦恼，同意了领土交换的协议。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总算愿意为了人民服务了，这个人类史上最糟糕的国界才得以消失。बहुत अमेजिंग चीज दिखाती हूँ। ये जो लाइन दिख रही है, इस लाइन के उस तरफ है बांग्लादेश और इस तरफ है इंडिया। Now this is me in India. This is me in Bangladesh. India,
Bangladesh. And this is me and both the countries together. 总而言之，这个糟糕国界源自近代早期较为模糊的边界概念。但在木狗时期，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没有后来这么激烈，所以这个模糊在当时是可行的。但18、19世纪英国人来了，殖民者最在乎不是为殖民地建设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吸取更多殖民地的油水。帝国的分治法分裂了南亚大陆社会，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变得水火不容。等到印度和孟加拉独立以后，国族主义、宗教主义的脉络下，加上新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度政府不肯签署新的边际协定，所以边境上的普通老百姓继续生活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长达40年之久。21世纪的今天，不少印度人怀念英国殖民统治，幻想英国人是为了人民服务，帮忙印度盖基础建设，提供了现代化。这些人批评穆斯林帝国拖累了印度的现代化发展。真实发生的情况是，吸血者吸了殖民地的血之后，给被吸血的人一点清汤喝，被吸血的人反而很感动。这个糟糕的国界，揭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幽暗却也可悲的一面。